大家好，我是 CC。第一集我们分享非常经典且既容易转化为商业的一款发型，它是低层次三角堆积饽饽。我们在去修剪一款发型之前，必须对这款发型的一个轮廓有一个初步的印象，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进行我们之后的操作。我们来看这一款，首先它有一个后短前长的内轮廓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它需要有内弧度的外部轮廓。第三，它还具有流向向前的低层次效果。第四，它的重量落点必须是在枕骨点以下，因为它是低层次。在修剪时候，它需要有小发束以及斜向前的切口，这样可以带来比较柔和的层次效果。最后一点，这个发型整体的比例长度大于宽度，不会显头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修剪。首先我们将头发都向后去梳顺，梳顺之后我们找到中心点的地方，一直向后，我们分出中心线，把左右两侧头发向下去梳，再分出我们的侧中线，后部同样我们分出中心线，把左右两侧分开，先梳顺，再顺着向下。这里你需要去注意左右两侧的宽窄度，尽量要分的保持一致。我们可以去通过底线的宽度去检查一下两侧的宽度，尽量保持一致。在发际线以上，两个指位的厚度分出第一个区，注意分区的形状要保持在水平状态。好，这样的分区我们就分好了，一个中心线，一个侧中线，后部左右两侧中心线，修剪第一个区，分出两指位，水平第一个区。接下来开始修剪。第一个区我会选择先去设定长度，头发自然垂落去修剪，保留第一个区的重量。长度选择在发际线以下，大概在3个手指左右，3到4公分。来，我们将头发都自然垂落，先去设定底线。好，确定好长度，没有问题。注意底线形状跟随分线去走。来到转角处，我们将头微微倒向另外一侧。来，这边同样，头发保持自然垂落。去观察一下底线的长度以及形状，没有问题。每修剪到一个发片，都要把头倒到另一个方向去设定这个底线。如果说头位保持了不规则的一些扭动，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底线的形状，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点。好，进行底线设定，转过来看一下形状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第一层修剪完之后，注意我们需要把表面头发梳开，把内部长度进行一个内部磨角处理，让这个轮廓的包裹性会更强。来，把表面头发滑 C 滑 C， 顺着向下，刚好露出底线部分头发，磨掉一部分。那么去完之后，再将头发梳顺回来，它会扣进去，包裹性会更强。好，另外一侧转过来，来注意看，把表面头发梳开，很自然的一个滑 C 手法，就可以把里面头发给露出来。来，注意看，表面头发梳开，里面头发露出来。去除的底线，注意一点点，0.5公分左右，不能去太多。再将头发梳回原位，这样它的包裹性呢就会比较强了。第一个区水平，目的是为了让外侧不要去放长过多长度上面呢
后高前低，它有一个后短前长的一个内轮廓流向。这里向前去做梳理，再去分小发片，这个角度在45度左右啊，不要分过于的垂直，过于的水平，一半在45度左右。来，我们找到下面长度，以它为引导，角度提升45度，切口上长下短，保持堆积状态。来，切口上长下短。第一片剪完之后，我们需要去观察你的层次重心落点，检查是否过重，及时去做调整。好，没有问题，继续。再是斜向前去划分。第二片发片的靠位，我们不要过于的往第一片去靠，因为一片靠一片靠一片，会把前面头发呢慢慢放长，会显头宽。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形状剪得过宽，就拉到两片中间就可以了。来，同样找到上片为引导，进行一个堆积切口修剪。来，继续，要及时的转动我们的头位。来，这里需要注意啊，到了发际线转角外侧这一片，我们将头发呢自然梳顺啊，自然梳顺，向上先去设定底线，注意啊，要向上去设定底线，不要去向下去设定。我不需要这里外侧放长，好吗？向上去设定。如果说头发的弹力、张力比较大的，你可以剪平，或者说放长一点点，去观察弹力啊。最终我要得到开始慢慢的开始向上走的一个轮廓，好吗？当我们的底线长度确定完之后，来再将头发向后，手位定在哪里呢？定在我们上一片的位置，刚好是在转角，我们去做层次的连接。注意啊，发片角度放低，做一个层次连接，找到上一片为引导。注意不要去破坏我们的长度的底线。来，顺向下去观察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轮廓微微向上，上面的形状呢是后短前长，后高前低，这样就对了。这一步没问题，再继续往上剪。上去也是一样，保持每一层分的厚度它是一致的。先把方向向前去梳，再去分出小发束。找到我们下区的切口为引导，注意啊，我梳子的摆放一定要摆到一个上长下短啊，上长下短，你不能拉一个堆积角度，梳子摆一个去除的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好吗？这是细节。人体的站位尽量保持在转角左右，不要去动，这样好去操作。你如果说站得过于靠正后方，你不好操作；站得太过于的靠前方呢，会把外侧它容易剪短，好吗？我们保持在转角站位。来，梳子摆放一个上长下短的切口，堆积。继续斜向前去划分，找到上一片为引导。注意剪切口的延伸一定是上长下短，不要刻意的把发片带向上一片啊，这样外侧会过长，会过重。来，第三片。注意我手位的角度是一片比一片会低啊，你不能始终保持一个位置这样去剪，这样层次呢到了外侧它会过高。第二片比第一片低，第三片比第二片低，第四片比第三片低，完成一个后高前低。来，这一片同样是
耳后发际线这一片，我们将头发呢先回正，再倒过去，头发梳顺，同样找到这个底线的长度，找到底线长度，这样很清晰可以看到底线长度。去连接，你会发现慢慢开始向上扬状态。好，长度连接完之后，同样我们带到转角位置，注意角度一定要降低，进行层次连接。要时刻去观察它的一个流向、重量落点。当剪到接近头顶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头位稍微往回抬一点点，不要始终保持一个低的状态，不然表面头发呢回落之后它会过硬。好，我们顺着向前去梳，这个时候可以把密齿梳换宽齿梳，因为顶上可能会有发旋，张力会比较大，我们尽量减少头发的张力。同样保持斜向前的分线，注意角度发片拉低，找到这个剪切口的连接线，进行连接。OK， 外侧我们把头尾倒一点点，反方向倒，再去分斜发片，同样是用宽齿梳。手位要跟随分线，逐渐去降低。来，最后一片。后期剪完，我们去观察一下，将头发全部梳顺。一、观察轮廓形状；二、观察我们的重量层次的落点；三、观察我们剪切口的一个细腻度。没有发现问题，我们进行下一步。如果说有问题，要及时去进行调整。再去修剪右侧，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，一个是我们的站位问题，还有呢就是发片的靠位问题，包括剪切口的角度，这些都会影响到为什么我们剪右侧容易把右侧放长。好，我们这边的分曲线保持跟左侧一样，大概都是30度左右。先把方向梳出来，再去剪前面2片呢，我们把头位向后面去转，头向后去转，或者说客人向后去转，就代表着你的站位开始慢慢的向外侧去站，因为是左手拉发片这样就意味着你不会刻意的把发片向后去移动。你如果说把正后方给到你，我这样去拉发片，可能会造成不经意间的发片向后去移动，一移动的话这边就会长，所以尽量呢把客人往这边去转，人站外侧。OK， 这里还有一个要点，要把另外一侧分出来，找到另外一侧引导以及底下长度引导，做2点一线连接。首先我们的第一片就必须要精准，如果说你的第一片出问题了，之后肯定也会有问题。首先第一片连接我不会选择分太厚，分得薄一点点分得薄一点点，看一下，先把长度引导先确定看这里，这里会修剪到我们设定底线的表面一点点长度，目的是为了底线它不要过于的钝这里也是一样，不要刻意的向后去带不要刻意向后去带。发片提拉角度，包括手位的摆放，都要保持一致。要边剪凳子边转动继续斜向前去划分。手位要跟随我们的分曲角度，
逐渐的去降低。这里是修剪到转角这一片了。好，外侧我们先不要去修剪，将头回正，反方向倾倒一点，将这一片呢自然去梳顺。要找到我们轮廓的长度，注意看啊，以它为引导，先进行一个轮廓长度连接，连接完之后，我们再进行层次向后去带注意一定要向后去带，角度压低，因为可以保留住我们底线外侧长度。这样我们长度跟层次就都已经连接好了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另一侧分开，目测去看左右两侧落点，或者说呢用手拉起来去看，落点是一致的。如果说发现这边有误差，立马调整。第一层没问题，上面也不会有问题。分一样的厚度，这个厚度呢都是我们手指能夹住的范围。再去分发片的时候，要先把方向，先把这个引导先分出来，手指放进去，给垫下来。你看，再去分出你要裁剪头发，手一抬，再用梳子把发片这样拨过去，这样方便你很好的进梳。一下梳顺，2下找到你要的剪切口角度，进梳。所以说，一个好的剪发的习惯，会让你的工作效率事半功倍。1下，2下，不要过多的去梳我们的发片，一呢可能会影响到发片靠位的准确度，二呢也会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操作美感没有。来，转角外侧，角度压低，带向转角，用梳子摆到我要的角度。注意最后一片我们要把头回正，反方向倒一点点。我们先去自然垂落，找到后面这个长度，以它这里为引导。注意底线轮廓要微微的向上去扬，不要去朝下去走。所以再去下刀去定底线的时候呢，要微微的向上去走，向上去剪，好吗？不要向下去剪。长度定完之后，我们再向后拉到转角，再去做一个呢层次的连接层次连接。向后提拉，我们去检查一下，另外一侧分出来，同样用目测的方式，我们去看一下，两边重量落点是一致的，好，没问题。这边我们还可以再分一层，越接近头顶区域可以密齿梳换宽齿梳，减少张力。注意要保持我们手夹发片的一个稳定性，引导分出来，需要剪的发片再分出来，从发根每一片都是从这样发根梳出来，从发根这样梳出来。同样剪完2片可以去观察，没问题。好，继续。转角外侧注意角度降低，带至转角。转角外侧角度降低，带至我们的转角。好，角度降低，顺着向下，
侧区我们先将转角以下分出来，向前去分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个夹耳的一个技巧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再去连接侧区的时候，用手去夹，可能剪完之后，有些招风碗，有些张力比较大的，它弹上去，这里会缺一块，所以我会选择呢一个小技巧，先把耳上点这一束头发斜向后的方式，微微的斜向后的方式去分出来，分出这一束。我们找到底线长度，以它为引导，剪掉，这样就可以去连接上，而且它不会出现缺口，看到没有？之后，我们再以这个长度为引导，我们将侧区头发，注意啊，要顺着梳，大概只有1指位的角度，顺着去梳，用梳子向后做点偏移，不要原位去剪，向后偏移去剪，这样轮廓的柔和度它会强一点，它不会那么僵硬。来，顺着向下去梳，所以我梳子摆平，不要摆斜啊，要摆平。OK， 找到后面长度，梳子摆平，这样去剪，就得一个底线是一个内弧度，而且前面长度它不会过长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外轮廓内弧度，就是这么修剪来的。好，连接完之后，再把边角最低点这里表面梳开，原位向下，把边角做一个去角处理，同样使包裹性会更强。好，再把后区这里侧中线这里再稍微做点角度提升，低角度，跟后区做一个层次连接过渡。OK， 第一个区没问题，我们将上区分出来，用宽齿梳顺着向下，分斜向前，分斜向前的方式，用宽齿梳，同样将发片要顺着向下，顺着向下，逐渐降低，找到下面切口去连接。最后一片，宽齿梳顺着表面角度一定要降低，顺着表面较低。注意，发际线头发要顺着脸基线这样贴过来，不要这样翻着梳，翻着梳剪完可能会缺要顺着脸基线向下去梳，向后去带。同样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引导线，进行连接。好，剪完之后我们回落可以看一下，到了刘海部分，它一定是最长的。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内弧外线中量落点，后高前低，外轮廓内弧形，刘海地方最长。这里呢，我们将转角以下这里上下分开，先将耳上这个部分分一束出来，找到后面这个长度，我们先做一个连接的过渡，这样可以保证前区跟后区有个更好的衔接性。把后区的发际线向前去梳，一定要去找到哪里呢？找到这个底线轮廓的样子状态，能看清楚，然后再去做连接一定要看清楚底线连接才去剪，这样才可以确保底线它是连接起来的好，我们再找到这个长度，以它为引导，再顺着向下去梳，注意要去做偏移，
偏移可以保持轮廓不会太过于僵硬。向下去梳，做点偏移，带到哪里呢？带到大概耳后的方向。梳子摆平，看到没有？梳子摆平，跟刚才那一束头发做连接。好，剪完之后，把表面头发梳开，再去做一个去角磨圆处理。来，这一侧同样得到一个内弧形轮廓外线。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观察，左右两侧的对称度。好，差不太多，目测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检查一下，抹一点点。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长度，往往剪不好的问题，大多是出在于还不够细心，太过于粗心。来，表面头发我们一分为二，分斜向前，我们一分为二。用宽尺梳，头发摆正，反方向去倒。用宽尺梳，顺着向下去梳啊，注意啊，带的方向以及位置跟我们的第一层是保持一样的状态，以它为引导，一直跟后区这样逐渐的去连接过渡上。最表面这一片也是一样，顺着向下去梳，脸基线贴着发际线这里梳过来，找到底下长度为引导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把刘海左右两侧啊，在分线这个地方，把左侧头发拉过来，这样去检查。再把右侧头发，再把右侧刘海头发，再反方向，顺着角度拉低，再拉过来，再检查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中间同样可以看一下，中间这里是最长的啊，最长的。吹头发我们先去用9排梳，把头发左右来回去拨，从发根左右拨。风呢，用中温。不要用高温，离头皮稍微远一点，不要太近。从前到后来回去拨干，先把发根拨松，头发拨干之后呢，再去带顺。头发拨干之后呢，我们再用9排梳，把发干到发梢，我们去吹顺，不要去带弧度。带弧度会把头发吹得很蓬很大。我们头发带顺就可以了。这样自然吹顺呢，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结构的完整性啊，不会因为过多的一些造型而去影响到我们去判断这个结构。好，我们的吹风的环节已经完成。当头发吹干了之后，整体的框架，包括内部结构，包括外轮廓的状态，会看得会更明显啊，在镜头里面去看。首先我们在去吹干之前也说了，得到一个后高前低的一个三角的形体，刘海最长，后面这里最高，而且还得到一个有内弧度的外轮廓形状，包括这里我们层次落点也是有重量、有饱满度，以及不会有很明显的剪切口的顿挫感啊，因为我们做了斜分的发片等等，所以说这样干发看它会更明显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的框架建立，也是一个发型的环节最关键一个部分。那至于说之后的去修饰啊、去去角啊、
变得更加柔和、更加圆润啊，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去牙剪，去用修饰工具去做，包括去角啊等等。当然，这个头发今天我不会去把它选择做得很薄很柔，我还要去保留原有的一个形体，因为我们的主要的想传授的点还是在丝发结构这个板块啊。我希望各位也是一样，把重心把90%的时间都去放在丝发剪结构的这个板块，好吧 ？OK， 这边也是一样啊。当然也希望这款发型能给各位带来一定收获啊。接下来我将去做一个点剪，把我们的剪切口变得稍微柔和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。当然，通常去做发梢点剪分为2种，一个呢是用梳子去垫起来，也是比较常规的啊。顾客比较高，我们坐着这样去垫起来，去做这个发梢的一个切口，这样会比较方便。当然，如果说顾客我们把凳子给踩低，这样比如说这样是低的状态，我们人是高的，通过这种手夹的方式，比如说一层一层这样去分起来，都是分横向的，用梳背这样拉出来一片头发，手去夹住它，这样也可以去做点剪发梢修饰。2种方式都可以，只要你完成的效果跟你的目的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我接下来为了方便操作，我选择了用电梳子的方式去做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中间我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用刚刚的方式，用手夹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从下面这层开始，先从底下这层开始，轮廓长度先不着急去剪，好吗？我先把上面切口去做掉，剪刀放上去，分出一个发片出来，把表面头发分开。啊，能看到很明显这种干净的切口。我们用剪刀这里把点剪做柔，注意进刀角度不要太大，不要太斜，尽量保持它是一个垂直状态，垂直进去，而且进刀的深度也不要太大啊，这样会破坏内部结构过多。这边是一样，很快我们去完成这一部分的操作。可以再去演示刚刚的另外一种，就是用手拿的方式，你看把梳子这样分开，我们把这里用梳背将发片拉起来，每一层都是一样，偏横向的方式这样拉起来。当然这个动作没有做过的伙伴呢，可能会一开始做的并不会那么的顺手，选择自己合适的一种方式。然后再演示一下，先头发梳顺，再去分开一个发片，用我们的梳背这里顶在头皮上一个发片，再反过来，刚好把头发卡在这个梳子里面拉出来，保持剪切口状态是干净的，剪刀这样剪进去，发梢切口，看明白了吗？还原。刘海的地方少去剪哦，因为这里本身头发就会比较少，多在后区以及转角地方多去做点剪处理。我们将头发呢都去梳顺啊，都去梳顺，这个时候才去观察我们的外轮廓的感觉。比如这里发现比较齐，比较厚实，注意我们要保留这个形状，还是一样，剪刀呢垂直进刀，再用点剪把底线不干净的地方，刚才点剪过这些毛毛碎碎的，再去做的干净一点点。我刚刚说过，不要去破坏底线过多长度以及形状，这些已经在湿发已经全部完成，干发就不要再去切了。重新切过的底线，它会很僵硬，它会很假，它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要的一定是自然的结构流向，自然的轮廓流向。来，这边的侧区，你看，同样一看，用刀尖，不要去硬切。基本上你在湿发做的比较好情况下，干发就不要做过多的一些调整。
好，头发去拨动，正后方头发去拨动，没问题。依然保持比较饱满的坡度，不要点剪完之后头发扁进去了，说明你去量过多啊，结构的厚实度依然去在，要体现你的框架啊，不要用修饰来去掩盖你的缺点，好吗？其实我一直在去强调，想去表达我这次线上课分享的核心，并不是在干发的环节，而在湿发的环节。我觉得湿发环节比干发环节会更重要。好，今天的这一集的三角低层次向前流向饽饽啊，就已经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，好吗？我们下一期见。